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那首先直播开始啊，今天是平安夜，那老师在这里啊也是很沉重的，那希望啊我们来祈愿一下，在这个平安夜啊，我们希望在甘肃受到震灾的这些灾民啊，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我们能够顺利的在这个寒冬里面呢、我们还是能够发挥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精神，我们可以顺利的脱离这个天灾。好，真的是非常祈愿祈愿三界诸天善神啊都能够来协助，那我们这个赈灾啊都能够很快的把它结束掉。这个天灾人祸这件事情啊，其实人力是没办法去抗衡的，所以老师一直在说啊，我们的这个保险是一定要买够的，无论在哪里啊，你有产业你就要买，你就要去买这个。那个物业险啊、地震险、天灾险，就像老师啊，老师是没有买房子啊，我是租这一派的哦。那租屋族啊，那当然我老师也有买保险啊，就是买这个租客险，就说哪一天呢，这个遭受到火灾或什么灾的时候啊，房东啊，他可以是获得一定的补偿啊。这个其实不是赔给我的，这是赔给房东的。但是我们要对任何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一定要有保险的观念，不要说我把钱拿来干什么，或者说我把这个省下来，我可以多做什么事情。保险这个制度啊，其实是我敢这么说啊，应该是这个近1000年来啊最好的社会制度之一啊。在过去可能在那个曹魏时代啊，曹操他也有做这个社会保险制度了。那可是老师比较狭隘一点啊，这1000年以来呀，最好的社会制度啊，大概就是保险制度这个东西啊。不要小看保险，很多人说保险公司不赔啊，那个是偶发案例，但是你只要懂保险，你面对它。然后去了解它，然后去购买它，它会为你的生活啊创造出很多很多的一些帮助啊，千万不要小看它，好吗？好，感谢大家今天参与。老师今天是自暴自弃直播间，为什么叫自暴自弃呢？就是我不用这个数位幕了哈，我全部都用实景来去做。因为数位幕有个麻烦，就是说呢，我看荧幕的时候，我们在看那个直播后台的时候啊，看起来都一片安好，但是结果我这个每次看到自己回放的时候啊，都是模糊一片。我觉得这样实在是令我感到很痛苦。所以说啊，那老师就自暴自弃，好吧？我们来块布在后面遮着。哦，那就希望了，我们能够以后都是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好吧？那首先呢，刚才我们说了甘肃的灾难呢，我们需要祈福，希望它能够是赶快的度过。那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哈，就是我们的点灯法会哈是在1月5号就要举办了，所以我们最迟在1月2号，老师就必须停止收件。所以说你还没有报名的，你要去报名，不然的话那个停了就停了，我没办法来追加，因为。这个很多事要去处理啊，我一个人实在是没法扛那么多事情，加上现在人手不好找，很多事情啊必须自己来做，他经理老师也得来帮忙做啊，猫都去做神仙了，连猫的手都没办法接到了，好吧？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留言报名啊，你要赶快去报名，好吧？我们都已经到4月24号了，对不对？老师的留言呢都是从你报名那一天。交案那天起算到你这个12月31号，你越早报名，你取得的东西是越完整。这么简单，老师的个性就是这样，我不会因为你报名的什么时候，然后就顺延1年啊，没有，我没这个态度，我没有这么好的心情让人去做，都是一样，都到12月31号，好吗？然后第四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最后宣扬的，就是我们年后啊，大概至少过完元宵以后啊，老师会继续开我们的八字实战班。所以你有学初阶的啊，那时候你可以开始学我们实战。那是不是你报名了我们的实战班，你一定要学过初阶呢？通识班呢？这个八字通识班，不用哦，你什么报名我都不管你。但是如果你有问题要问老师，然后那个问题是在通识班里面有的，而你又没有买通识，那我就不会回答你。好吧，你有买了，我叫你回去看；没买，我就不会回答你，因为我们要节省时间。很多事情啊，课本里面有的，教材里面有的，你抄不好，那就不行了，好吧？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哈，我们今天的直播哈，这个直接事情其实是蛮多的。很多人说这个多事之秋啊，这到底是2024是什么样一个年份啊？这老师只跟各位讲，2024是很难以想象的哈。就像我们当时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2020年世界暂停运转的那个状况。有类似到，但是呢，这个不是暂停运转了，而是快速的运转，运转到你难以超乎想象的地步。所以说，2024年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年，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记得哦，老师在开始前还在跟你讲，你要记得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保有你自己当地，你在哪个地方常住，你就哪个地方的货币，因为你有当地的货币啊，你才能够买食物嘛，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当然，除非你在阿根廷，阿根廷那个没办法。如果你在阿根廷，老师只能有个建议，就是远离阿根廷吧，你就远离那些本来币值就不稳、社会比较不稳的地方。你除了离开它之外，我们没办法改变它，我们没办法做得更好，因为你有钱，你还是可能会被抢。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最主要问题是在 ECFA 这个里面有12项的一个商品它是优惠关税是被取消的，也就是说他们认定我们台湾有贸易壁垒，这个我们在上周就有谈过这件事情，他们认为有贸易壁垒，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实行这个是不知道。那这一周我们就发现了，他要开始怎么样，针对12种产品停止用 ECFA 的费率。然后用 ECFA 费率之后呢，台湾的表现是说我们要去 WTO 去做申诉，这个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事情，因为对方已经去宣布，就是说在2024的元旦1月1日起要停止12种产品适用 ECFA 的税率，等于是说我跟你谈的，跟你台湾地区谈的就是 ECFA， 这个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协议，也就是所谓的类似其他国家的 FTA， 就是我跟你单独去谈的别人是没有介入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拿 ECFA 的东西有争议的东西，然后你去 WTO 去问这个问题，这就很奇怪了，你知道吗？这就像是说你肚子痛，然后跑去卖杀猪的，是说老板我肚子痛该怎么办？你们帮我治，但是他是杀猪的，他怎么治得了你肚子痛呢？除非他同时也是一个中医师，不然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治你因为2个是不搭嘎的关系，你这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东西所以这个问题在台湾来讲其实基本上很多百姓是不清楚为什么说台湾一直说去 WTO 去提告又讲了义正言辞说对方为了打压我们不是，这是2个人之间的单独的协议单独的协议，而且我们是怎么讲，单独的协议这边是没有其他人参与进来的。如果你说 WTO 里面所做的事情，或是你是在 CPTPP 或是 RCEP 里面那这个东西是在会员国里面有争议的时候，那大家可以坐下来商量，或是你提出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但是 ECFA 不是 ，ECFA 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这2个地方很特殊的一个口岸贸易关系。所以说，它在明年的1月1日起针对台湾的丙烯对二甲苯之类的12个工业原料的部分那会做比较高的税率。比较高税率是什么呢？就是我本来 ECFA 里面是给你用低税率或者免税率的东西，那接下来你就要缴税了比照别人的方法来缴税。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它并不是什么只有台湾可以生产的东西，台湾只有台湾可以生产的东西那大概只有台积电了台积电这种东西是比较台湾的生产的出来，又有技术存在技术活这个台湾有。那其他东西台湾能生产的东西并不是说其他国家不能生产。所以说你像日本韩国或者是其他国家邻近的国家，它可以生产这些，它是一样可以生产这些。那甚至他们的人口比较多，或他们的原料来源是比较低的话，它还可能卖的比我们还要便宜。所以是说这个对于对于台湾来讲如果他去终止了这个 ECFA 这个关税的减让，就是我们本来不用付什么税金的，就可以出口到中国的。那么现在如果就是因为他要去取消这个关税的话，那么台湾的厂商每一年可能就要多缴163亿台币的税金。这100多亿本来就是给这些厂商他们赚走了赚钱嘛，当然有什么不好吗？对不对？不要说赚钱了，就是说我压低成本，对，本来要缴163亿，那我现在要缴了，那我可能过去就是以低价我就减让回去，比别人低个2成1成，然后我就还有利润可以赚。但现在没有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前奏性。而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就可以一直验证了。老师在长期以来我们的直播里面这几年我们直播了已经5年多了因为不断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这个中国要收台湾一定是仿照康熙的这样子案例，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迁界禁海，就是先穷台，然后再攻台。这个历史上面就可以依循，而且一定会成功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做呢？像这个历史故事我们之前也讲过台湾的东宁王朝郑可爽、郑经他们也不是没有想过，如果你中国你在大清朝你要跟我来去做这个互相的对战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定会面临到这个贸易停滞的状态。所以是说郑可爽他们也有想过，是说好，那你今天是迁界禁海，对不对？那我就来个新南向政策。这个事情不是只有我们现在政府想到的，新南向政策就包含了这个什么多宁王朝，他们针对往南去找马来诸岛，还有那些现在的印尼这个地方、越南这些地方来去做贸易。但是这个事情是不成的，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航行成本太高，你不可能去把台湾原本有了一些新鲜蔬果运到南部去，不能就要东南亚去，这不可能，一定就坏掉了。所以说过去这个方法你只能是说特产之间的贸易还可以，但是你要去救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办不到的事情。你最快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两岸之间你就直接通商是最快的。甚至台湾当年东宁王朝往日本过去日本都不大敢收。
哎，为什么？因为日本那时候是被大明朝跟那个大清朝两边夹的，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日本那时候还是很强大的哦，这个不要小看日本的。日本他在明代的时候啊，他的倭寇啊，他拿了武士刀啊，上了这个什么东北叫什么，应算是东北沿海的地方啊，那打了明朝士兵啊，真的是抱头鼠窜。所以说那个明朝为什么都打不赢日本啊？就是因为他们的武士很厉害哦，那个武士刀也很强。但是日本也不会去特别去得罪大清朝，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他们就产生的是说，你西南向政策在大清朝就不行了，东宁王国就不行了。那台湾现在也是一样，台湾现在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法，它的一个友善机制，那么你当然你的工业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我们知道，它也同时的去开放石斑鱼的出口，还有其他的一些农产品可能会开始放松。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好事啊，毕竟有人说这是两手策略。但是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虽然石斑鱼或其他的一些什么释迦啊或者凤梨啊什么都可以慢慢的恢复出口，但是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在于，任何一个国家它要兴旺发达，那我们一直跟各位去布达，就是说一个国家要兴旺发达，它必须要靠的就是工业。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台湾之所以的经济还能够维持表面上台面上的经济，那是因为有高科技，高科技就是高精尖的工业。台积电也是工业，不要看不起做工的人，台积电也是工人，好吗？只是变得好听一点叫工程师。所以说，如果让我们的工业已经没有办法快速运转的时候，那么工厂里面的这一些，或者工业里面的这一些的那个就业率，你就受到很大很大的冲击。我们的工厂里面上班的人啊，一定会比从事去种这个什么释迦、种凤梨，或是去卖什么石斑鱼之类的人还要多。因为养殖业所需要人力也是有，但是它并不如工业所需要这么样多的工人，可以创造这么多的就业率，跟这么多人可以有办法去温饱的办法。所以是说，养殖业开了，你只能去照顾了一部分的农民，就特定的农民。那你不能够全部的百姓都会因此这边啊，我开放这个，所以说我们影响就很小，因为好像两边都平衡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它顶多让你百姓哦，这个一般的农渔业产品他们可以运行，但是就像老师，我不是做农渔业的东西，对不对？我怎么去农渔业呢？对不对？你叫我去田里面工作，不要说半天了，我2个小时我躺在那边给你看，我站也站不起来，对不对？那不可能，我就做不到的事情嘛。是不是？你让我出海捕鱼，虽然我祖上是马主人，对不对？我爸很会游泳，然后我爷爷很会捕鱼，没有用啊。到我这边，我进海里面就是漂在那边了，没办法了，是不是？那是没办法的事情啊。所以说，我们台湾已经进入到一个是什么？你的工业已经慢慢脱离了基础工业的一个模式。那你现在脱离基础工业，就是说我们一般以前的打螺丝这种东西是比较少的，都是变得比较稍微高端一点的哦。你至少你要给它用到焊接啊，或者测那个电路板啊，就比较没有这么沉淀下去的那些比较脏的，或是比较那个机械性的。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这个东西一旦工业慢慢的把你停掉，它就算开了农业跟渔业，对台湾的经济是很没有什么帮助的事情。这个明白来讲。那你说那台湾没关系，我们还有最后王牌，就是说台积电本来就已经不跟中国做生意了，懂了吗？各位懂意思了吗？台积电本来这些高端的晶片就不能对中国销售了，所以说我们没有牌去做，对中国来讲是说你必须要按照我们的条件，然后来再重新开放回去，不然的话我晶片不卖给你。美国已经不让台积电的晶片卖到中国去了，所以这个东西对中国是没有影响的，因为你本来就不给我，那你拿什么来跟我谈判？所以台湾手上现在是没有筹码，完全没有筹码去跟中国去谈什么？我们要贸易重新的来往是没有筹码去谈的。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跟他商量好，你现在既然这样啊，我们也觉得是说一直进行的贸易壁垒是不行的，那么我们就分3年、5年、10年的阶段，我们阶段性开放这个我们两岸的贸易的互通。开放两岸互动就是说，大陆产品可以开始进到台湾来，比如说包含他们，比如说蒜头、茶叶啊，或者是他们的苹果啊，新疆的苹果，对不对？那还是什么大红花，什么茶，什么各种东西，农产品也可以慢慢的进来，那我们东西卖过去，这个东西对我们的台湾的一些产业一定是会有影响。为什么？因为他们那边就是便宜，毕竟人家地这么大，不然怎么叫大陆，对不对？就是它路很大，陆地很大嘛，所以它物产就可以进来。那这个东西对我们的产业一定会有影响。但是对我们百姓就比较有利的地方是在于，
我们的通膨就可以稳步的下降，或是停滞型的就是不会再继续往上飙了。为什么？因为它很便宜。那么你如果按照 A 克法，你说早收清单以外，我们正常的 A 克法、正常的贸易状况来干，那他们的基础工业制品或是农产品就会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国内。那么我们的物价就可以受到稳定，但是不可能大家都受利，就是相关从业的就不会受利。那么这个状况之下，你就只能产业又开始洗牌，那没有办法，那产业一定会面临到重新洗牌的问题。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是说你那个以前在南美洲啊，或者是在那个什么一些我们之前讲到那个什么金字塔，突然忘了叫什么名字，突然忘了，每次一讲就忘，比如土耳其啊那些地方啊，或者是在玛雅金字塔那些地方。为什么他们那边通常在大航海时代的时候，他们被打那么惨？就是因为他们做好他们保护措施。你来我们来做一个小生意可以，那多了我们不跟你交流。所以说，为什么大航海时代的时候，非洲啦或者中南美洲啊被英国人打这么惨？就是他们一开始就是保护自己的贸易，并没有很开放这个贸易。说大清朝也是一样，是不是？康雍乾这边就康熙跟乾隆，他们就做好这个本国的一个保护，让百姓不要变聪明。对不对？你的教育还是要垄断在这些士族的手上，啊，顶多给你开放科举，科举你还可以买官，是不是？清朝是可以买官的哈，这个现在各位知道吗？不讲历史的，清朝是可以买官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台湾一定会在这个 A 克法里面受到很大的排头，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筹码，去跟中国去谈的是说，我们可以是，你现在也要恢复啊，不然没办法。所以各位你要去知道，对台湾来讲啊，如果一直维持现状啊，那个状况是非常非常糟的。而在这个时候啊，在12月18的时候啊，美国又宣布了一笔对台湾的军售案，总额大概3亿美元。说这个东西也是很挠头的事情啊。就是说像美国缺钱了，对不对？你军工产业现在也不好打，所以说现在要卖台湾3亿美元的军火，卖给台湾军火是很好的事情啊，你只要愿意交货都是好事情。问题是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案，你是收了钱给你的清单，但是我不出货。就各位要知道这件事情啊，他是不出货，3亿美元等于100亿台币，100亿台币我们就算分次给他，我给他头款30%，那也30亿台币，那30亿台币给他了之后，那他东西不出货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买的东西它就没有出货，但你现在买东西，它一定在你过去买东西之后，那它也不出货，对不对？什么时候出货不知道，不知道哪天会出货。像乌克兰，它什么时候拿到新的军火不知道，以后有机会吧，对不对？那如果没有，那就是没有了，对不对？那就没办法了，他钱已经付了，那怎么样呢？不怎么样，你就等吧，总有一天我会交货给你，好吧？就这样。所以说，中国也宣布了反制啊。当然，这个时候啊，他们的大陆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就说啊。这个军售案啊，其实是违反一个中国跟中美3个联合公报，向台湾出售武器啊，而且是攻击性的武器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当时啊，他那个18号的时候啊，他也说，在那个汪文斌就亲口去讲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意思就是你一个中国，你已经没有模糊空间了。所以很多人来讲说，这次选举你到底是不是说你国民党上去了，你就会怎么样，就会变成他们就不打台湾了。其实老师在这边我还是很明白的告诉你，谁当总统都一样，中国要收台湾那是必收无疑，谁当总统是不管你的，那是完全不管你的。你是就算是怎么样，蒋经国复活爬出来的骨灰重整，然后突然又变成一个活人，对不对？那变成灵法师也不行他必然会把台湾收回去，这是一个他们一定会做的事情，只是差别是怎么做差别是怎么做？你是要用武吓呢，还是要用那个劝诱的方式呢？对我们都不好，但是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台湾的工业其实没有竞争力的时候，我们去看是说要去跟两岸的这个军事实力，或是你战争实力，或是任何一个实力去对比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变得非常的没有空间。但是同样的状况之下，中国去制止了这个一个法，它走出清单的12项工业制品，当然后面还有几千项它要不要进的是他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同时要去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中国的未来汽车啊，它已经收到了中东的阿布达比投资机构签订的协议，要去投入22亿美元，认购2.90亿个的公司发行的普通股。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东啊，他就去介入，去大举的拿钱去投资中国的汽车公司，叫蔚来汽车。那这个蔚是蔚蓝的蔚就是蔚蓝天的那个蔚蓝它那个草字头的蔚所以说不是 future 那个蔚，好吗？
所以这就变成什么呢？这就变成是说，他们的工业是一直不断收到世界各地来的钱，来去让他们发展的更好。这个世界有钱好做事，这是必然的；工业研发有钱好做事，这也是必然的。毕竟研发也是要成本的嘛。所以是说，台湾已经没有其他活水，但是中国一直不断的有活水去介入他们的工业体系，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啊，那是未来会是非常可以看好的一个地方。而在这个事情啊，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投资这个蔚来汽车呢？因为啊，它的电池实在是非常非常很厉害的地方。他们这次啊，他们就有做这个直播去测试啊，测试什么呢？蔚来汽车它从上海一路开到厦门，你知道吗？上海开到厦门，全程14个小时哦，14个小时哦，行驶的距离多少呢？1044公里，1044公里哦，中间它没有换电，也没有充电。然后他就直接从上海开到了厦门，这个真是吓死人了！我跟你讲，真的，1000多公里的这个开，你不要跟我讲开快或开慢了，14个小时啊，它1000多公里啊，你1个小时也开100公里啊，这很容易可以换算出来。不要说100公里啊，80公里啊，是不是？80公里你去开14个小时，我告诉你，车都没油了，你不要说电了，车都没油了。所以是说啊，现在变成是说，中国的工业实力是非常非常进展的非常的快，快到是什么呢？快到是说，这个美国他们那边就有做出一个独家的新闻研究，就是如果美国对中国的经济跟军事你要造成持久战的话，那么美国的经济啊，它会损失1.94兆美元啊，那不是台币，那是美元1.94兆美元，就是什么呢？1.9万亿的美元啊，这个按照中国讲，我实在不太理解，万亿嘛就是1兆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是说两岸的发展军事啊，也会变成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落差啊，非常快的一个落差。所以说，老师对于台湾的接下来的明年跟后年未来的经济发展呢、啊，都是抱持的非常悲观的态度。好，这个我很希望我们中华民国啊，这是一个可以维持到现状，至少维持现状哦的一个期盼。但是老师这边必须讲，我身为中华民国的国民，我是中国人，中华民国的人，好吧？啊，这个不要再给我抹红或者抹绿抹什么都一样，我是中国人，中华民国人，好吗？我的身份证是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我拿的护照是中华民国的护照，但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手，经济上面明年开始就不可能看到什么太好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活水可以继续的支撑我们百姓的生活。有人会说，老师还是很多人赚饱饱，那赚饱饱那是特定几个行业，少数的一些部分赚饱饱，哪怕你有1万个人都赚很多钱，对，1万个人赚很多钱，不要说多了，10万人赚很多钱。台湾2300万个人口里面有800万个就业人口，你就算10万个人赚到钱，那请问一下，现在790万人你要怎么过生活呢？各位，我们一直讲台湾现在你吃一顿午餐，你一个人要不要花100块？你过去100块你可以吃的很豪华，我跟你讲真的很豪华，双拼便当，我告诉你真的是不是？但是你现在100块你就是一般的便当而已，对不对？连那个什么，那超商卖的不卖那种分量大的便当的，分量大便当还要卖90块，然后如果你要买它的面还要100多块，对，买个粥都要80块，然后这个就是在台湾的这个薪资成长已经没有办法的地步，因为通膨的压力对我们来讲是一定是有的，但是我们没有推动薪资上涨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的钱跟我们的输出产品的能力，我们的所有的经济都集中在少部人身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按照这个状况啊，我们就要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中国现在它是以怎么样，以这个对美国的军工产业，或是电动车产业，或是医疗产业跟家电生产了，还去做这些反制。为什么？因为它有工业，它有强大的工业，说从军工到家电啊，这些东西中国都有很极大的优势。如果美国你继续一样的去做这些贸易壁垒的话，那么你跟台湾的状况不会差很多，你的物价还是会持续高升。为什么呢？因为你进口的时候，你国家先抽一股税了，这个税并不是是中国商人出的，怎么样你都还是你进口商要去付的这些钱。所以这个东西啊，就变成一个对美国很不利，对台湾很不利，对日本、韩国也是很不利的状况。但是你跟中国“一带一路”的这些伙伴来讲，那他们是比较有利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成本比较不提高，我就可以耗死你。各位懂老师意思吗？
跟中国一带一路或是他们有贸易关系的 RCEP 等等之类的人，你有跟他合作的，通常大家都比较没什么事，因为成本控制住了。中国的成本就已经控制住了。中国成本为什么可以控制住？因为伊朗、俄罗斯、那个阿联酋都给中国很便宜的能源，所以说我能源没有涨价，那么我现在能够进来，你能控制我的，这就粮食。粮食嘛，就是你大豆啊，或者是你个牛肉啊、小麦啊之类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巴西它也可以出产，不是只有美国可以出产。所以它这么多的供应商这里面来讲的话，中国的一个进口成本就很容易控制住。加上什么？加上我们等一下要谈到了美债的问题，那这个东西就会影响的更大。所以说，世界的一个裂解，如果你现在还是希望把你用过去的经验，把你的一些资产或是你的一些布局啊，都放在这些亲美的路线上面啊，未来你的风险会很高，好吧？这个我们等一下下一节要谈到的一个问题。而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刚才讲到这个汽车的问题啊，这个同样的事情啊，法国他也想要搞电动车啊，所以说他现在一直不断的去支持这个他们自己的电动车，或是其他国家电动车进入到法国里面去。而法国因为他自己有很多核电厂，他们核电厂的自己仰赖率是75%啊，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更高。但是呢，比较有趣的是就是说，他希望你换电车，但是他愿意补贴你这些钱，只是他不给中国的汽车做补贴。那这个问题也会埋下中法之间的一些贸易商战的隐患。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谈到的事情，好吗？好，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大家好，大家好，感谢。好，感谢林冠赞助，感谢林冠赞助，感谢林冠赞助，都一直感谢您长期支持老师，非常感谢，好吗？威廉刚才说过，他说干活了，说他问一下，民进党政府以后会跟达赖一样流亡吗？不会哈，那只有少部分人啦其实大部分的人呢，还是台湾安居乐业了。他已经钱赚那么多了，他了不起，跟那些香港的那些人一样你就去国外生活吧。反正他们每次他们本来就有外国护照的一大堆，好不好？他们是没有差的。说不用怕流亡这件事情，达赖喇嘛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存在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他其实当时他就没有办法协调好，就是说协调好说美国跟中国这边两边利害权衡，而且包含当时的毛泽东并对达赖并不友善实际上来讲对达赖并不友善。那个当时毛泽东的政府对整个达赖的一个为了他的势力很不友善，所以是说他必须离开不然的话就要他的脑袋，这么简单，提早转世吧，好不好？这是有差别的地方，好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哈。你还好吗？来感觉没什么问题奇怪，大家没什么问题。大家平安夜，大家都是去做平安的事情的吗？平安夜大家平平安安的，好吧？看有没有没什么事情，我喝真奶，我继续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概是什么东西？完全听不懂。不懂这种有珍珠，不好意思。来，我们继续下去所以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对美国上面来讲，对美国的经济还有西方的经济会很不利的状态。那我们这里看到，在12月19号的时候美国财政部也公布了10月国际资本流动报告。在12月19，也就是5天前吧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持有的美债已经降到8000亿以下又以下了，它只剩下7696亿美元，它同比9月又减持了85亿美元，也就是说它是连7个月不断的减持美债。这也是15个月之中出现了第二波7连降，这是中国对于这个的状态。而比利时也减持了316亿美元，比利时这个讲的不是中国了，是比利时，它减持了316亿，中国减持了85亿，比利时减持了316亿，卢森堡减持了282亿美元，而瑞士减持44亿美元，总共有4个国家呢，在11月国际资本报告流动的时候他们是减持的
而这个减持啊，一个是85亿，一个是316亿，一个是282亿，另外一个是44亿。那么有没有增持的呢？有，那就还是有增持的，还是有些国家我看好美利坚共和国，所以说呢，我一定要去怎么样，一定要去支持他们，买他们美债，绝对没有问题，他们是最好的资产。那几个国家有增持呢？大概6个国家，里面是比较多的，就是英国跟日本他们这两个国家增持大概超过200亿美元。所以还是有增持，而且金额还蛮大的。但是这个200亿美元跟我们刚才讲到的86亿加316亿加282亿比起来啊，还是有一点落差的。所以说就变成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大家开始就是说，美元你持有你美债的必要性是不是没有这么高了？各位，我们还是要讲一件事情，美债跟美元那是2个完全不同的资产。美元就连中国大陆它都会想办法了，是怎么样呢？有一定的外汇存底，所以说像中国它有3兆美元的美元现款，它当做它外汇存底。而美债就不一样，美债就是你是一个买个债务，它不拿去买面包，它也不能拿去盖什么东西，它就是一个债券，它是一个金融工具而已。所以说美元跟美债是不一样的。现在世界上啊，包含我们看到了最近在泰国啊，它也发一个路桥，就是说呢，你要横贯泰国，然后把你这个水域啊变成陆上的什么陆上的是什么大运河一样的意思它所发包出来是200多亿的美元。对国际上的发包还是以美元为主，为什么？这是共有货币嘛，国际货币，说美元的国际货币的态势啊，这个是不会变的。还是说一句话，中国绝对不会去跟美国去争取世界货币的话语权，这个是不会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变成世界货币的时候，对它的坏处会高过于好处。为什么？因为你的钱没有办法控制住，你流落在外面这么多，那别人又可以拿这些钱来去买你的东西，但是你没办法控制钱到底流落在何方，所以它的坏处是比较多的，你的汇率幅度也会比较大。所以说你要去做一个贸易，最好的贸易当然还是有世界货币是比较好的，大家可以认可的货币，不然大家就想规避风险，比如说美国它有美债的风险，或是它有美元的风险的话，那么就变成本币交易。本币交易就是说我们约定好一个你的国家或我的国家的资产，我们来做本币交易。比如说中国嘛，它跟中东用的是人民币，对不对？人民币来去做交易，直接交易可不可以？可以，也是一个办法，是不是？那你说阿根廷想要跟中国用阿根廷的货币来交易，中国说不要。嘿，现在连中国要去给阿根廷的一些援助现在或者是一些合作的金额现在也都暂停。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没有外汇存底，你没有办法去说我印出来一个钞票，然后呢我就跟你做生意。你没有足够的物资，你也没有足够的工业实力，你也没有所谓的一些能源的资产。你就光一个空手套白狼，你就想来拿你自己的一个币值来去跟我换我的东西，那我的东西，那我拿你的货币，我买不了其他东西的时候，这个是没有用的。所以中国跟很多国家去谈这样子的一个本币交易通常都是因为他们本身的物资都是相互缺乏的，比如说伊朗。对，伊朗它可以用人民币交易，或是用伊朗他们自己的货币，或是俄罗斯的卢布去交易。原因是因为无论如何，这些国家所提供出来的东西都是中国所需要的。说我拿你们的货币，或是说我们用特别一个货币，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不代表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都可以本币交易。所以有些国家对中国来讲，你可能就是以物易物，但是他就不跟你做货币交易，因为你的币值的幅度那是太大了。大到你没有办法怎么样，大到你没有办法去控制，是说它可以是让你拿到的资产还是资产，到最后你可能拿到的资产就变成垃圾，就是它的货币变垃圾。对，比如说那个辛巴威币，对不对？辛巴威币它就是好像在3个月之内就变垃圾货币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有特别的地方。所以美债现在大家都减持那是因为对美国财政的不信任，还有就是说他们国内到底是你是要鸽派或鹰派，你自己的降息或升息，或是维持到不降息，这东西是有很大的问号。在这个问号状况之下，大家就会比较谨慎的去持有你的美债，但是你要还的利息实在太多了，你未来是不是可以如期兑换，或是说你要变成你要这个国家要做债务重组，所以说你会延后去支付你这些美债它兑现的一个时间，这都是有可能的。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美国的美债就算违约了，美国也还是世界货币，它还是没有人敢去否定它。为什么？因为它债务可以重组，就说你们这些债我们全部把它抹了，这个 degammoney 一下，
是不是？我们就重新约定一个时间啊，我一样会还你，就是时间呢，我们改一下，利息我们重新定一下，一个一个来找我商量吧，好吧？我们慢慢谈。那当然，因为美国它还是很强大的国力，说美债这个东西真的发生了违约的问题的时候，对美国并不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呢，它会有一定的创伤，但是没有那么大的打击。说大家各个国家，它就为了避免未来可能会遇到这个风险，甚至10年内就几乎可以预期到美国一定会遇到这件事情，所以是说他们开始减持美债。这个的空间就很大，而增持美债，那当然日本没办法嘛，日本那个是它就是它的被占领国，说你继续买美债是没有问题的，而日本受到美债的影响程度也会比较少一点，毕竟日本它是买债之后又卖债所以说就是把这个债去给他们国家的一些那个企业他们去承担，说他们是内债。到外债转内债，这各位你要去知道为什么日本的那个国债会这么高了，好吧？这个很多人没有讲清楚，一直问老师这个问题老师跟各位说白了吧，日本的外债很高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把美债换成内债，让大家一起去分担日本政府所承受到的压力。那因为它的所有的公债都是由日本境内所消化完毕的，所以是说日本它怎么样都不会有再一次这种崩溃的危机。因为它是内债，它没有问题。那美债就算违约了，对他来讲也只是资本上面要调整，只是对长期来讲，日本的经济是很难发展的。为什么？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汽车工业，汽车工业我们一直说这个汽车工业对于各个国家来都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涉及很广的地方。所以是说，就像是刚才谈到的法国，它补贴电动车每一辆最高是可以达到7000欧元的补贴。但是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进到法国，你就没办法领到这个7000欧元的补贴，这个有没有问题？好，我可以选择性的补贴，这没问题吧？有问题，这是违反 WTO 的。WTO 就是你不能只补助特定的一个汽车，你要补助就得全部一起补助，要么就全部不补助，因为这叫自由贸易嘛，对不对 ？WTO 就是自由贸易组织嘛。所以是说，它排除中国制造，这个以后会有很大的隐患。而这个汽车，同样的，我们要看到在日本我刚才既然讲日本，我们就要看日本。日本呢，现在有近150年很大品牌的家电大厂，叫做 Toshiba，Toshiba 东芝。它在12月20号的时候正式的摘牌下市在日本摘牌下市，它结束了74年的在市场上的挂牌交易。所以说当时它是以 JIP 这间公司是用150亿美元把完成东芝收购。但是呢，它里面后来收购之后，它也没办法救亡图存，假账啦、业绩不好啦，说任何一切东西它都没办法去摆脱，所以是说它就必须去摘牌，然后重新重新破产重做了。后面可能还要应该还没到破产啦，就是说他们可能要自己去整顿一下。可是各位要去知道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对于这整个世界的经济来讲，我们就要见微知著了。不要小看Toshiba，它是一个现在没有什么用到的家电的品牌。你要知道，如果日本的家电，它为什么会75年之后它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呢？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做的东西跟它品质差不多，然后还要比你便宜，对，甚至比你更好，而且还比你便宜。日本的制品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很精致的一个电子工业，没有错。日本的一个产品通常都很不错的。有人说他匠人精神，但现在没有什么匠人精神的了。匠人精神，你大概是换到80年代的时候会有匠人精神，那现在是没有什么匠人精神了。因为什么？因为吃不饱了，我就想办法做出来，降低成本，然后卖出去为主。那你降低成本就是很简单，就是以次充好嘛，这个没办法，就以次充好。那中国东西一样的东西，它如果你一个东西你是卖1万日元，它只要卖你6000日元，你会选哪一个？你说我们日本的爱国货也没有这么爱了，因为日本的经济一直很不好。像老师最近在跟一些日本的贵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说哎，老师你不知道日本现在有一点难过我说怎么难过法？他说你现在他的小孩子要去就职了要去就职了他已经移民到日本的了他要去就职了那怎么办呢？我说就职就就职就职不就是上班而已吗？但是你知道现在日本的薪水多少吗？他日本的薪水，他那个儿子还去上班了，一个月薪水是25万日币，25万日币那就真的是有点少了。25万日币，但真的是有点少了。其实跟你已经开始越来越跟台湾有点趋近了，你知道吗？25万日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在日本的这样子生活水准来讲的话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说他的儿子他也没办法离家去租房子，然后去上班，然后发展他自己的人生。他必须还是住在家里，
为什么？因为他出去的租屋的成本，你可能就要10万到15万的一个租屋成本。那真的，他一个月就25万啊！我还不知道他有没有其他的费用。你25万日元的一个收入，然后你15万拿去缴了房租，那你只要算10万就好了吧？10万缴了房租，那你现在15万，你在日本也很难过生活啊！你要开车，或者是你要去通勤，你要吃饭，什么都有。你更别说讨老婆了啊，这个障碍都可能都会有。所以是说，这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在你没钱的时候，你爱国是有限的，爱国是有限的，就哪个便宜我们哪个去做，还可以用的话，那就 OK。所以说很多事情它可能重新包装一下，那你认为它是日本品牌也不一定，它有时候就是日本的商店卖出来的中国品牌，因为都是 Made in China 的东西。就在过去啊，很多东西我们看到 Made in Japan 的就很信任，那后来到 Made in Taiwan 的，然后也见到 Made in China 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会运转的一个锁链。没有一个人啊，他的优势是一直保持的，除非你一直想办法去进步。如果你没有想办法去进步啊，你的优势一定会被时代所抛下。所以老师跟各位讲，你现在如果很啰里吧嗦啊，还是要听一下好吗？我的节目嘛，你就啰里吧嗦听一下。你是80、90的哦，哪怕你是95年、96年的，你都要去记得一件事情。你就算你现在的学历再高，你的经验再丰富，你曾经事业做了多成功都没用。我很明白的告诉你都没用，赶快去学几门手艺啊，社会性的技能，那一定要会去做。有人问老师说，老师我跟你一样，我去考个心理咨商师可不可以？我觉得很棒，但是你不要只考一个，要考这行你要做多一点，对不对？都要去做，老师都会一直考下去，那你各位也要跟老师的脚步一样。好，我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我也可以活下去。但是我要有知道，我自己要有危机感，因为任何事情 AI 都可以取代啊，不是你一定要这件事情的哈，没有事情是你一定是有这个事情，一定是只能你去做的。这世界上已经没有这种行业了，绝对没有这个行业，好吗？绝对没有这个行业了，好吧？就是你一定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说。Toshiba 遇到这个家电上的问题，也包含了 Toyota 丰田汽车，它在12月20号也表示要召回全世界的112万辆汽车，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感测器短路，可能会影响到安全气囊。那这个东西呢，就不是说它的销售问题而已，而是说它的一个设备故障，说它召回来维修之后，它还是可以再放回去。但是他们的损失一定是会有。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你今天召回这112万，你的损失已经造成了，那么你的电动车的一个市占率，你有没有起来呢？像老师开车是开 Toyota 的，好吧？我开Toyota Innova 的车，跟货车型的哦，客户两用车的型的，因为小孩就像货一样，越来越大只，把塞在后车厢都没事，对不对？所以说，我开 Toyota，但是我下一台车基本上不会是 Toyota 的，为什么？因为下一台车一定是走是电能的新能源汽车，我不会再买汽油车。好，除非它提早坏掉了，不然的话我不会再换新的，不会换成油车。为什么？因为趋势就是电动车，这是一个趋势，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走方向。那么 Toyota 你有没有往这个地方去走？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前一任社长。丰田章男就认为是说电动车就是玩具，玩具车不符合，不跟我们这种高尚大的一个发动机的产业是没有办法可以比较的。所以这个东西就造成的是说你观念上的不合的时候啊，你的日本的经济、韩国的经济那都是不好。有时候泰国的经济或者马来西亚的经济啊，或是印尼或者菲律宾的经济如何？老师还是一句话，这些国家哦，这些东协国家脑袋都比较清楚一点，所以是说他们现在。不大会去跟美国是唯命是从，那他们会走出自己的路，所以是说，东协10国新马印泰越，各位都不用担心，好好在那边发展，好好在那边发展，那它的未来发展是非常非常可期的，不是说它一路往上了没有，但是就是它会比待在你在西方国家比如说英国啦，或者是一些欧洲啊，甚至比待在美国还要来得好因为。国力的时间它大概10年到15年的时间了，就会很显著的一个成长。那比如说10年、15年很久啊，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很多人跟老师讨论这些事情，说老师你说的那个都是10年、20年以后的事情，但是10年、20年以后的事情离我太远了，我现在就想好行不行？我觉得也是可以但是你这个就变成一个赌注了。如果你去10年、20年了，你这享受到这些红利了，你还回得来？到现在这个你自己的原来的所处的这些国家母国那边你移民了嘛，回来母国这边重新发展嘛，不可能，因为你孩子已经落地生根了，你回得来，他回不来，对他来讲，他是到另外一个国家发展，跟移民没什么两样。说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所想的这么简单，我们只要是说，我们只要能够换来换去就可以没有很多时候你眼光也要到足，那你未来你的家族的发展，你的子孙的发展，你要看得清楚。
不然你很容易就家道中落了，好不好？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好吧？好，等一下我们来谈谈哈，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谈谈，等一下红海遭到阻断这样子的话题，好吗？还有什么问题？石斑鱼，或者我也做老师点哦，石斑鱼 OK， 好，很好。电锯锯自己有什么比这个疯狂的国家？阿根廷的完蛋了。我老师之前我们就讲过，他要休克疗法，老师当时就说他不是休克，他不是休克，他是死亡，不是假休克，真完蛋了。哦，等到不了要真奶，不然的话很不方便讲话。总统预测是按照原来预测吗？有没有变动？没有嘞。老师有个特色就是我预测的事情很少去变动，很少。我预测是很少变动的，因为是什么我就讲什么，那不会因为我个人的观念或者我个人的觉得的情势变了我就改变。哦，这几年啊，老师都是这样子。好，所以你可能新朋友可能不太清楚，我老师对总统的预测没有什么变啊，都是一样的事情，好吧？你去看那个我们的最后一个预测啊，大概就可以知道。好，赖清德总统、赖清德副总统啦，或者市长啊，或者是柯文哲前市长。这三个我们做比拟，副手出来的时候，我们做的那一篇啊，大概就维持那个。好，那个除非下一个，比如说你在1月10号的时候有什么特别大的事件啊，我们才会重新讲，不然大概是不大会变的啊。我的特色就是这样的，我看准的事情就是看准了，我没有朝令夕改的，我也不会跟你讲是说啊怎样怎样发生世界灾难，还没有，那个就是这样，好吧？那不会变的事情，我错了就错了，但是我不会改，好吗？日本觉得自己产品第一，固步自封。都会有这个状况，这真的是有，好吗？还是真的是有这个状况。其实日本他们太相信自己了哈，那个这一点太可惜了。好，那日本其实本来可以发展很好，那现在就比较不行了，好吗？好，大家平安夜，大家平安了，让我们继续讲下去哈。其实太多了，我们再休息可能讲不完。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红海这个问题啊，红海这个问题它其实牵动的角度是蛮多的事情，好吗？它牵动角度是蛮多的。有人就说啊，你这个在红海这个地方啊，胡塞组织要去做这个针对以色列的船只进行打击啊，这个其实大家听到针对以色列，大家会松一口气。然后我不是以色列的船，我应该没问题啊，没有，大家都绕道而行了，他就不往那个航道走，不往红海那个运河那边去走了，他直接绕非洲好望角那个地方，直接你就过到欧洲去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啊，油价会不会受影响？油价一定会受到影响，那保险费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油费跟保险费都受到影响状况之下，那么你的那个通膨一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再来就是什么呢？再来就是说你的保险费会受到影响哦，这很多事情你的运费就会容易提高。但是这个东西啊，然后我们刚才讲的胡塞组织啊，它是什么东西呢？很多人看到新闻上胡塞组织是控制了红海啊什么。简单来讲，胡塞组织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真主党，好吧？就是一些比较激进派分子的真主党，伊斯兰激进派的那个组织。所以是说大家会怕，为什么？他说他那边放鱼雷啊，或是攻击啊。他如果是说我没攻击，那是海盗攻击，那我们不是一样吃饱撑的吗？对不对？所以说他说我们不会打中国的船，中国也说不用你打不打我一样，我他妈绕道而行，好不好？我就绕人走，我惹不起，我还闪不起嘛。而这个东西啊，大家就想是说，红海危机造成了这个商船改道，那么我们在前2年我们所看到这个航运危机，我们是不是航运股开始大涨？什么事情呢？或是你这个美国通膨啊会开始大量的一个提升，然后但是世界经济进入到一片混乱，这个事情老师这边要去跟各位说一下老师的看法。这是一个算命先生讲的看法，好吧？你图个乐听的就好，好不好？我必须讲清楚，我是一个算命的，好吗？我是一个做宗教的，所以说呢，老师讲的事情啊，你自己要自己的一份盘算，不要照单全收。老师的看法是说，这个东西影响是有限的。为什么这个有限的呢？因为过去我们所遇到这个航运危机啊，它是并行的，在那个疫情的时候，任何人都躲在家里，或是你的生产力有限的时候，所以说你的物资会显得特别重要。这是有一个前提条件，不是因为你塞港而已，也不是因为你这个美国港口罢工的问题而已。而是说那个时候上班的人就少，你就变成你的劳动力有限，但是我吃的喝的用的又不能够减少，甚至还要增加，所以是说那个时候所造成的航运危机啊，那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好像比如说像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中国啊，现在有很大的疫情这呼吸道这个问题啊，新冠啊，或者是你的腮腺炎啊，或很多的东西。比如说老师在东北的朋友啊，就发烧1个礼拜烧4次，然后爸爸完了换妈妈，妈妈完了换小孩，都要发高烧，发到40度。
那么这个东西跟过去又不是像那个疫情，你必须怎么样封控，你必须锁在家里不能走啊。美国的华尔街都整个封掉过，是不是？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现在是劳动力充沛的时候，所以是说劳动力充沛，我们制造的东西不会缺。能源也没有短缺啊，也没有说因为乌俄之战，然后我们取不到原油，你只有欧洲拿不到俄罗斯的天然资源，但是俄罗斯还是卖到世界各地去，世界各地的中东、阿联酋、阿拉伯或者是伊朗或者是这些东西啊，都会有很多的物资在交换。所以说你现在是说，因为这样子的红海的事件、胡塞组织的一些威胁，导致我们必须要绕过非洲，走好望角，走到过去大航海时代所走的这个航路。那它对于大部分的国家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你不要急看到这个消息急着去买航运股，想再当一次航海王，我告诉你会出事的，你会出事的好吗？因为能源够，劳动力够，所以说它造成的影响是有限，影响最大的只有在欧洲，因为它最主要是运到欧洲那个地方会有问题，但是欧洲本身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世界影响力，因为能够影响就是他们自己。说你知道，尤其是西欧部分，它很需要这些物资的时候，它顶多拿不到或者比较贵。但是对于美国来讲，对于东欧来讲，或是对于南欧，或是东南美洲，或是亚洲来讲，这个影响是极其有限的。因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工业制品，全世界26%以上是出自于中国。那其他周边卫星国家，不要说卫星国家，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说你的越南啊、泰国啦，这些国家他们还是有很强大的，或者马来西亚。他们还是有很强大的工业能力跟天然物质的工业能力，所以说他们基本上是不会因为你这个航运受到阻碍，然后你就会产生了一些问题，最多会受到影响的还是只有西欧跟以色列。以色列其实也不太怕，为什么？因为它的国家小，人口本来就不多。所以它的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啊，毕竟美国会挺它嘛，无论如何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但是你这个行业有问题的事情啊，都让美国很挂不上脸，因为他们也会攻击美国的船。所以说，美国五角大厦现在就是说，希望能够一起拉拢很多人来去针对红海这个商业航线啊，免受这个胡塞组织啊，或者是他们的塔利班啊，他们的袭击。但是呢，这个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愿意跟美国站在一边，因为这件事情会发生在红海，会有这些攻击事件啊，基本上就是美国引起来的，美国跟以色列引起来的。所以说，你今天引起这个麻烦，然后你要我们去帮你处理这个麻烦，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你不要惹麻烦，我们就不用解决麻烦。你惹出了麻烦，他叫我去解决麻烦，那他不是很有问题吗？我去帮你解决这个麻烦，别人来找我麻烦，那我找谁去帮我解决麻烦？没有嘛。所以说呢，在五角大厦里面，他们虽然做这样子的一个宣誓，但是有8个签署加入的国家拒绝公开，就是说我好了，你说好，我们签个名了，但是你不能说我有加入你哦。那实际上他们也不会出来去做什么太大的事情，所以说啊，就变成是说你要去平定红海啊，就变成一个说法说大家都支持我们这边，但是就变成一个幌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直接去改道就可以了。所以说运费飙涨的问题，保险费飙涨的问题，只针对特定国家跟特定区域会有影响，但是对其他东西其他国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毕竟我就讲很简单的啦，各位你身上所有东西哪样东西来自于西欧的？有没有？你东西哪个地方来自于西欧的？是不是？还是你带的那个什么绿水鬼那些东西来自瑞士？所以说你的那个受到这个影响，你的手表涨价，它可以坐飞机，它不用坐航路啊。你昂贵的东西它坐飞机啊，是不是？所以说，即使的胡塞组织，它在水道里面布水雷啊，或是假装这个海盗啊，这个东西对大家的影响是很有限的。所以说啊，我们看到这个红海的问题啊，移到苏伊士运河这些问题啊，西欧70%的石油都是经由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红海到苏伊士运河这个航道所运过去的，所以影响的还是只有在这个地方，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东西。那你说地中海会不会有其他国家会不会有影响？有啦，但是它影响也要看它的本身对于德国或对于法国本身他们的一个交流上的问题啊，并不是乌俄之战现在对他们影响是有限的了。所以红海局势啊，基本上只是一个怎么讲？只是一个插曲，大家只是彰显出来了世界的制度这跟秩序啊，已经没有一个周天子可以去控管。大家都是各自为政，我们有利可图我们来做，无利可图我们就维持恐怖平衡。那最好状况之下，就大家什么都不做，我们专心搞发财，那是最好的事情。所以说啊，即使是这样这个状况啊，美国去要求澳洲去派遣军队去红海啊，但是澳洲国防部助理啊，他的叫什么齐索斯威特
哦，他还是说我在考虑啊。为什么？因为你澳洲南半球的，你去管到北半球的事情，这对他来讲其实是没有什么利益的事情，就变成是说，老大叫这个什么老三不是老三老四去处理他的问题，那这个就是有一些困难，就没有这么多的状况。所以说很多人就认为阿班尼斯的政府啊，应该是不会去派兵啊去协助去处理红海的问题，因为那简直是比处理台湾问题跟是两岸之间的问题啊，那还要遥远的事情，那完完全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而马来西亚政府也是觉得怎么样呢？他也发表声明啊，他马来西亚政府禁止以色列的那个船只啊去靠到马来西亚的港口，包含他的一个马六甲港口也是一样。哦，但是呢，因为他们两个国家本身的经贸就很少，所以马来西亚政府这个决定啊，它也不会影响到马来西亚的经济是太多的。所以说啊，你说红海危机会不会加剧这个通膨啊？影响最多的东西还是只有部分区域，其他地方是很有限的。中国它工业品不会受到影响，它劳动力非常充足，那它的对外的贸易合约也非常多样化。哦，这完完全全跟疫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这个部分啊，其实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哦，不要被这个新闻或媒体啊去下示说啊，我们赶快去布局什么航运啊什么的，你谁做谁倒霉啊！我跟你讲真的，好吗？最后一个时间了，我们看一下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哈，现在5分钟的时间。乌克兰这个乌俄之战这个问题啊，其实现在有个案外案，就是芬兰它跟美国要签一个国防协议，开放15个基地啊，去让这个美军去驻扎。我觉得芬兰你真是吃饱闲着，他们的这个民粹主义就是还是一样会去右翼的去把持。怎么样呢？你没有事，没有人去惹你，也没有人打算对你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情，你没事去开放美军去进驻15个基地干什么？有些时候就真的这怎么讲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上有一些利益啊，但是没有人考虑他们国家的利益啊。那你本来没有事的，你没有去布这个东西，俄罗斯对你来说也是兴趣缺缺，对不对？人家大灰熊就是你没有在跑的猎物，他不会去追。那你今天开始跑，他就一定要追你。所以是说呢，普丁就警告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啊，俄罗斯在西北要设立新军区，等于说哪一天以后啊，你这个北约或是跟美国跟俄罗斯打起来的时候啊，你芬兰一定先遭殃。本来你可以说啊，我这没有跟你威胁性啊，你不要找我麻烦嘛，大家和平不是很好吗？这可能他还可以接受。但是你开放美军驻扎之后，对不起，人家一有风声呢，一要开始打了，还一定先打你这些小国家的一些军事设施，先把你的攻击能力先瓦解掉，这是必然的。就像乌俄之战开始打的时候啊，俄罗斯先把那个乌克兰的火车站啊、飞机场先把你炸掉。对不对？那你飞机飞不起来，那你火车开不出去，是不是？那你这样子才能够有用嘛？乌克兰去打俄罗斯也是打他的一个大桥跟他的铁路嘛，一样的意思嘛。那你芬兰做这件事情，你不是找自己这些麻烦嘛？说这个事情就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呢，更加严重的事情呢是在于什么？是美国政府啊，他就希望在打是说，他能不能联合欧盟啊、日本啊、也门啊。日本、欧盟啦，跟也门是那个胡塞组织的，日本的欧盟啊一些国家啊，就怎么样了？要去没收俄罗斯央行存在美国跟欧洲的3000多亿美元，要么就来自于拿去给乌克兰，要么就是给他们自己做补贴，反正没收了嘛，我想干什么那是我的事，就变成我的资产了，这就是怎么样杀人越货我就直接把你没收了。这个事情啊，对于俄罗斯来讲就是他就是警告啊，如果你做这件事情啊，那么美俄之间啊，你可能就要断交，断交这个事情啊，就有可能会打起来，好吧？为了3000亿去打这一仗啊，其实对美国来讲当然是划不来，你对俄罗斯来讲啊，它影响也很大。但是你去冻结了人家央行的没收啊，冻结就算了，你去没收人家的资产啊，这是不能够被允许的。我说实在的，这美国去没收了塔利班的这个阿富汗的这些外汇存底啊，都已经是天怒人怨，但是阿富汗国力不够嘛，他只能抗议之外，他也不能去打美国，他没有能力去打美国啊，对不对？但是俄罗斯不一样，你没收了我央行的资产，这在国际法上面是天理难容的事情，这是你不能够做的事情，因为金融这个东西是必须讲求的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因为大家货币就是一个信任往来，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你的央行每个国家储备各种不同的外汇存底，各家互通的金融往来，这是取决于国家对国家之间对金融的自由开放跟信任，你必须公正、公平、公开。你说打仗的时候，我冻结你的资产，然后你用不到，你看得到用不到，这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够没收，你没收就等于抢我的钱就等于抢我的钱，你抢我的钱，那就没什么好说了。断交之后你可能就会开战，之后这概率就变得比较低。而同样的东西呢，德国他也提出了什么呢？
德国啊就把俄罗斯在法兰克福一家银行里面的7.2亿欧元给它没收了。德国还真的是没收了，因为他们议员提着这个之后，好像政府批准了，就没收了俄罗斯7.2亿欧元。不多，不好，看起来好像不多啊，但是俄罗斯也不是吃素的，他就直接没收德国的有2家公司在西伯利亚的天然气油田的股份。为什么呢？就对等报复嘛。但是你没收别人的股份，那别人的生意人说啊，不关我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没收我的股份呢？这不合理啊，是不是？那俄罗斯也可以说，你们政府不合理，他没收我国家的资产，那我就没收你们的资产。说这样子的金融的信用就开始进行了很大的一个裂解。所以说你在西方国家这些事情啊，未来你要面对到的不只是经济，你还有金融的混乱，还有很多事情啊，并不能够像在2024年之前那样，我们可以讲求的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均衡，或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一个国际金融制度，是货币制度或者经济制度，那都会变成很大的问题。所以说，这样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一些，无论是美债或者是乌俄之间的问题啊，虽然俄罗斯它现在的军事实力跟经济实力都已经完全站起来了，可以大家都是说一句话了，俄罗斯是满血回归。刚打的时候他受到很大的影响，打到一半的时候他也觉得不容易，但是现在他全部都回血了，全部都恢复了。为什么？因为欧洲拖垮了。我们之前就预测欧洲已经被他拖垮，那现在果不其然，他已经被拖垮了。说现在俄罗斯已经找回他自己的金融体系，建立起他自己的商贸制度，这在我们在一开打2022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过的事情，它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而这个也符合我们预期，他的确找回了他自己的所有的立足点都没有问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东西，就是只有在台海之间，还有以色列之间这2个地方，谁的问题先结束？如果以色列先结束，台湾问题险几率比较大，因为世界一定需要一个战场。台湾问题先结束，那么以色列它也会结束。为什么呢？因为你整个势力就会变成是说非美阵营的地方啊，大家就会团结起来。所以说未来的2024年啊，它进行的所有的世界局势跟你的金融局势跟你的经济局势啊，都会变成你过去我们的经验几乎都很难以去套用我们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好吧？要记着，不是只有2024年，2024年是一个2023年是一个开始，2024年是一个开始要去做一个推进啊，它不会那么快结束，好吗？所以各位，老师还是啰嗦，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生意做得多大，你不要以为你是公司上骨干核心，你也不要以为是说我怎么样，我家里有田都没有什么问题。我告诉你，你没有社会性技能，你没有很多的资格证，你就会有问题。尤其是在中国的朋友，你们的国家10年之内，你的外送员跟你的网约车司机都可能会失业，因为你们有6G，你们有很高超的汽车工业，未来开车不需要司机，送外卖可能也不需要太多的外卖员。那个时候，你所赖以为生的勤劳2字就变得微不足道。勤劳有用，那是在于科技低下的时候，用劳力来换取你的收入。但是当你的 AI 发展到一定的境界，跟网络跟科技发展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勤劳2个字是微不足道，而且非常低贱的一个技能。所以说，请证明你对社会有用，社会才能够容下你的存在，好吗？好，我们今天超时3分钟，我还是最后跟各位讲啊，我们那个法会在1月2号我们就要停止收官哈，那个你的点灯法会还没报的，你记得要去报。那 P6年的也是尽早报了，因为老师越年底会越忙。那你要想学老师8字实战的哈，那我们在年后元宵节以后，我们会开始陆续开课啊，不用担心，好吧？看各位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就下播了。大家平安夜，大家还是平平安安的做其他事情吧，好吗？感谢建福感谢文献赞助哈，感谢大家赞助，非常感谢哦，真的是谢谢各位哈。台湾通膨会因为 A 克法重值不断攀升吗 ？A 克法它不是因为A 克法它停止不是因为它不会影响到通膨，它影响到台湾的经济发展会有问题。而通膨来讲是其他的问题，而不是用 A 克法来去做。A 克法是我们卖东西过去要缴很多税，但是不代表我们买东西进来会变比较贵啊。通膨是我们买东西进来比较贵，所以我们会产生通膨。所以 A 克法跟通膨它不是等号关系，但是它会让我们越来越穷，好吗？中国老板想揍老美，当然想揍啊，是肯定想揍的，被他欺压了几十年了，你知道吗？台湾股市可以投资吗？我不是金融老师哈，所以说我没办法跟你讲说台湾股市会不会投资，但是我不会投资了，好吗？统一一段时间后，台湾房价应该更好吧？你不要去想房价这个问题，因为房子是最不保值的，在乱世中它是不保值的资产，因为人可以跑，但是你的房子带不走，有懂老师的意思吗？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啊！你看日本有没有做好不动产，它有高发不动产发财有几个？
对不对？就台湾人，我们看日本是最准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下一个发展的地区，所以日本遇到什么问题，台湾就会遇到什么问题，这个是历史，这个没有办法去抗衡的事情。所以日本很难用不动产发财，台湾也不行，因为台湾没有小孩子了，那也没办法去做，也不会有很多中国人来台湾买房子，因为台湾也不会让你很轻易的在台湾买房子啊，因为这个一定要做成一个区隔，好不好？一定会做成一个区隔，避免啊台湾人教坏了内地来的人啊，这个政治上的考量了。好吗？所以不用期待是说两岸统一之后，台湾房价暴涨，这个事情不大存在。你要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共产党当政，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容许你这样炒房炒到没有极限的了，好吗？好，感谢大家，好，给大家。美国断交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火线之一吗？会，美国断交的话，那你就可能是核战哈，就可能是核战，那个是大家互相毁灭的保证。这是一定的事情了，好吗？这个有时候不想他承认了，但是美中之间呢，他不会打核战，因为中国人还蛮懂得去协调，但是美俄之间，俄罗斯没有人跟你协调的啦，不是你死就是我不然大家一起死了，好吧？你想让我死，我就不一起死啊。这个事情打起来，俄罗斯的人比较少，他们懂得防御核武器，美国人不懂得防御核武器啊，因为他没被打过。很厉害的拳师，你不见得你懂得怎么挨揍，懂得挨揍的人呢，你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好吗？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时间超时了哈，感谢各位今天收看。以后我们的直播啊，尽量就用这个实景，虽然看起来很简陋，但是呢，我们看起来画面是没有那么多模糊啊，边边角角还有绿色的东西。所以我们以后的节目啊，尽量都不用数位背景，好吧？这个数位背景它要退休了，老师都快被淘汰了。好，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祝大家平安夜，家家户户都平安，我们下次见。